12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乌克兰和朝鲜半岛核问题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方对乌克兰局势演变表示关注，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维护。中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认识到落实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通过对话谈判缓和事态，化解分歧。在2月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也就乌克兰当前形势表明中方立场，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谈判化解分歧，避免局势继续升级。中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认识到落实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通过对话谈判缓和事态，化解分歧。近段时间以来，包括拜登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层不断渲染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轮番炒作入侵日。从最开始的2月16号，到后面的真正需要关注的是2月20号，以及未来几天随时可能。请教一下杜先生，美方为何轮番炒作，营造俄方似乎每天都可能入侵的氛围呢？美国之所以这样炒作入侵的时机，战争迫在眉睫，主要原因还是借助所谓的俄乌危机，调整在东欧方向的军力部署。如果按照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乌克兰没有把握完全抵抗，这样美国在周边各种兵力调动就会找到充分的理由。比如目前美国在波兰已经部署了第82空降师，在斯洛伐克已经启用了新的战斗机机场，另外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有大型的装甲部队进驻。如果按照目前所谓乌克兰的危机形势一旦发生变化，美国在周边将有强有力的协助能力，这样美国向前线部署各种武器装备，包括大量兵力，就会找到充分的借口。所以目前向一线国家进行倾斜部署，从2线向1线增强部署，这是基本意图。短片中提到，俄罗斯其中一个底线是北约停止东扩，而美国却与乌克兰的邻国斯洛伐克签署军事协议，使美军在斯洛伐克构建永久军事基地，部署核武器成为可能。请教一下白先生，美国此举有何意图呢？目前美军在欧洲的部署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态势？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战略平衡实际上是处于失衡状态。那么俄罗斯呢，可能除了这个我们说这种大杀器之外啊，其他方面可能跟美国的差距在逐渐的放大。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呢，怎么样通过在欧洲部署力量去压制俄罗斯的这些战略打击的武器，是一个主要的任务。那么现在呢，我们说美国方面进一步的试图把这些相关的装备往前压，甚至我们之前看到乌克兰国内有些人喊出这个愿意让美国部署斯萨德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都是希望把这种相关的预警和涉及到这种战略武器防御的装备呢压到俄罗斯的边境，最大限度的呢保证美国本土的这种预警时间和安全啊，这个我们说并不是为了欧洲的安全，而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俄乌的整个的紧张局势的大的这种背景的掩护之下，因为我们说相关的局势是美国人人为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很多力量，包括空中力量也好，包括这个地面的部队也好，包括一些这种预警的相关装备也好，其实都是在向东欧逐渐的前